热点资讯，时事点评。大家好，我是小爱。朝鲜暴风军团正式参战后，又一重大战果公开。11月4日，多家台媒报道称，在乌克兰国际军团服役的台湾籍雇佣兵吴忠达，在11月1日被打死在前线。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名死亡的台湾籍乌克兰国际军团士兵。吴忠达今年44岁，来自高雄。此前曾在台军陆军特战部队服役，2023年加入乌军国际军团。参战理由是为武统积累经验。据其战友称，他所在的部队疑似被俄军的假情报诱骗进入了伏击圈。吴忠达被炮弹击中，当场死亡，另有20多名乌军士兵受伤。目前，他的陈尸位置已经被无人机寻获，但因为该位置仍在交战，所以尸体还没有被运出。一名生还的台湾籍雇佣兵潘文阳声称，当时俄军炮弹直接炸到吴忠达身旁，导致他的腰部被炸穿一个大洞。这名台湾省雇佣兵痛苦叫喊：“我没办法动了。”由于雇佣兵小队所有人员都被炸倒了，无人能救助吴忠达，只能眼看着吴忠达被活活疼死。潘文阳表示，从来没有办法想象会失去吴忠达。吴忠达会买很多饲料去喂猫猫狗狗。按照合同，乌克兰当局对战死的雇佣兵会给予207万人民币抚恤金，但必须要家属领取。台湾省当局目前正与乌克兰当局及家属进行联系。目前有6名台籍雇佣兵在前线作战，现在还剩5个。200多万人民币确定能发到这名台湾省雇佣兵的家属手里。乌克兰当局可是借钱在打仗，财政早就入不敷出，资源矿产早卖光了。乌克兰高层甚至连中下层的征兵官都贪得无厌，这些死亡人员的抚恤经费能到账？还有美国、北约名义上借的钱，大部分都回流到自己军火商手里，到乌克兰当局手上的也大多折现成武器装备。而2年打下来，雇佣兵军团战死的至少上千人，真赔钱的有多少？这名台湾籍雇佣兵确实积累了对付武统的作战经验，就是不要妄图对抗海量的航空炸弹和炮弹。这种人能少回去一点就少回去一点，他们积累的战场经验必将在武统时给解放军增加损失。这次朝鲜风暴军团的参战试出了西方成色。俄罗斯每年援助朝鲜2.6亿美元，70万吨大米，再加上太空技术，80后最终同意出兵俄乌战场。朝鲜第11风暴军团属于典型的正规军，训练非常严格。凡是进入风暴军团的士兵，都是经过5年以上训练的精锐士兵。相比拿不到钱的西方雇佣兵，能去俄乌前线的朝鲜士兵，那都是很幸福的。到了俄罗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可能都是他们这辈子最好的了，而且还有1个月2000美元工资，哪怕需要上交60%收入，剩下的也有1个月480到800美元。这么工作1年可以拿回去的钱，对于普通朝鲜人来说，也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了。哪怕是负伤和阵亡，俄罗斯给的补贴和抚恤金也够一家人在朝鲜富裕的过一生。俄罗斯已经按照俄军精锐空突旅标准，全面装备了4个朝鲜特种兵旅，从 AK-12 突击步枪、PKM 通用机枪、RPK 轻机枪、SVD 狙击步枪、SVCH 高精度狙击步枪，一直到各种反坦克导弹、反装甲火箭筒、便携式防空导弹、夜视仪、热成像系统和无人机，完全按照俄军最高标准装备，超过了一大票俄军步兵师、动员兵部队，甚至是俄军某些海兵旅。这说明普京信任朝鲜军队的实力，格拉西莫夫大将也相信朝鲜军队可以打出战绩，才会下血本装备朝鲜特种旅团。否则就像乌东亲俄武装一样，发几支 AK-47 和莫辛纳甘步枪就完事儿了。现在朝鲜军队已经开始集体学习俄语了，第一批是100个日常单词，第2批是100个常用军事单词，200个单词背完了就能开打。主要有语言环境，学得会比较快。
朝鲜特种部队非常善于夜间渗透攻击，长期训练在夜间穿越三八线，对韩国纵深发动侦察破坏行动。可以大胆预测，朝鲜特种部队大概率将会在库尔斯克战场，乌军唯一控制的城镇苏贾发动一场夜间闪电突袭战斗。近日，有韩国社交媒体公布，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俘虏到受伤朝鲜士兵。他说阵亡40人，还让朝鲜士兵不要来。但是这视频一看就有多个虚假之处。首先，朝鲜军人的特点是脸部消瘦，而这个人身材实在是太胖了，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每天训练10个小时的特种兵。其次，从始至终，这名所谓朝鲜伤兵都没有报出部队番号，也没有拿出身份证件。再次，一直拿着纱布遮脸，怕被人认出来，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总感觉这就是韩国人自己演的段子。最后，如果真俘虏了朝鲜士兵，这么大的新闻可以直接上头条。但是，就连乌克兰美国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有几个社交媒体号在转发。另一段称，朝鲜士兵第一次见到无人机，未躲避或逃离，反而驻足观望，结果被炸死。这个视频已经被证明是很久以前的老视频。还有一段视频，据说是朝鲜士兵在乌克兰战场上跟俄罗斯大兵分享他们的家乡特产狗肉罐头。俄罗斯老兄一开始吃得津津有味儿，等知道是啥肉之后，表情难看。这段视频也被证明是假的，因为朝鲜的狗肉罐头上的字和视频中完全不一样。另外一张俘虏朝鲜士兵缴获证件的图片也被证明是 P 图，外网甚至还有把俄军里的中国雇佣兵自拍的视频打上朝鲜人的标签，这些其实都是韩国的认知战、舆论战。韩国为什么反对朝鲜出兵俄罗斯？朝鲜今年来4个旅团，明年来8个旅团，折腾几年，整个3-8线朝军就全是最新的俄罗斯武器了，而且还都有大规模战争的实战经验，这要韩国怎么混？但就算是韩国不断在国际上制造舆论，并向美国发出求助申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应一点都不强烈。可以说，朝鲜风暴军团参战释出了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成色。美国、英国、法国、波兰、捷克等都是高喊出兵乌克兰口号最为积极的国家，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什么动静都没有。北约32个国家没有一个敢出兵迎战，就算是向乌克兰出兵，也是以雇佣兵和军事顾问的身份偷偷摸摸派遣，被俄军打死了也不敢声张。针对朝鲜出兵问题，美国的回应也是耐人寻味。美国声称，朝鲜出兵库尔斯克并不违反国际法，但是朝鲜如果进入乌克兰作战，将很严肃。很显然，美国是在为自己找台阶下，不想自己太难看。朝鲜的800万发炮弹都到位了，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弹药才到位了10%。北约国家在今年年初表示，到今年9月交付乌克兰6至7套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到了11月，乌克兰1套都没有收到。从去年下半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开始扯皮，一直到今年4月才宣布对乌克兰600亿美元军援，但是这笔钱绝大部分是给美军补充库存的。真正军援乌克兰的武器弹药只有146亿美元，其中86亿美元还是期货，要几年时间逐渐交付。乌克兰实际上能拿到的就是60亿美元武器弹药，而这也只到位了10%。关键是这个财年很快就要过去了，那么剩下的90%有可能就会被清零，不会转入下一个财政年度。军援太拖拉的结果就是10月以来，俄军已经夺取了478平方公里，创造了最近2年的纪录。北约32国十分清楚，乌克兰不是他们核心利益，不值得他们出兵冒险。就算是美国也不愿意为了乌克兰激怒俄罗斯，毕竟利益才是美国最关注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我们下次再会。